有天贾导就说：“哎，我想把之前的素材剪成一部电影。”打开那个画面的时候，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。回到2000年，导演带了一帮人，连灯光都没有，我们连化妆都没有。电影的这种热情之下，大家走哪儿拍哪儿。我在里面走一圈，转个圈，比如说发个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那天看完也是挺激动的，不光也为自己，也为那些我们在这20多年当中记录的那些陌生人吧。整个城市，整个世界，所有的一切。我是一个工人的孩子，我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抬杠工作。就是小学6年级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舞蹈。父亲不希望我去搞这个专业，就不吃不喝这种反抗。我爸妥协的方式就是报了那个舞蹈专业的这个班，拿出一沓钱。我爸妈那时候家庭工资也就1个月几十块钱。6年毕业之后，那我就去考了北京舞蹈学院。舞蹈学院的生活对我来说，好像天就没晴过的，永远在一个非常压抑的一个状态当中。发现我自身的条件是有局限的。爸妈又说你回来做大学舞蹈老师，系主任就把贾导和他的团队带到我的这个教室，说，哎，就是他们来选演员。结束完之后，贾导的副导演就过来跟我说，哎，我们贾导想跟你合作。副导演就把贾导所有的经历给我说了一通，我一个也没记住。我说行，那拍吧。我只是想去尝试，我没有想别的。第一部戏站台的时候，我就拿着电击棒去拍戏。如果有人对我怎么样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但没有想到，整个那个现场的拍摄完全跟我想象中不一样。天气那么冷，就我真的冻到我的手，就冻到我要上厕所解不开裤子，没有人帮你，因为大家都在各个部门在忙自己的事情。我当时拍完站台的时候说，我要去做个演员。第2部电影是任逍遥，我们就去那种批发市场去找衣服，然后导演挑的衣服都是那种哇大绿大红，我说我不穿，我不穿。导演说他是给人物穿的。就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，哦，我在塑造一个人物。那时候犹豫我要不要做演员，其实跟这个压力有关系吧。因为导演对我要求就是，你站在人群当中，你不能让我看到你是个演员，但是你又必须在演戏。导演就说你不过这个戏，你永远不过。我就觉得我快疯掉了，我只能跳出那个我看到的表演，我去寻找我自己的表演方法。到山下好人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离开学校，没有野心，我有理想。江湖儿女刚从戛纳回到北京，我妈说你爸得病了，我说什么病？肺癌。已经知道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还在朝阳公园每天都在坚持7公里走路。我就蹲在地上哭，哭完了之后我就继续站起来继续走。我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职业的内容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塑造不同的人物。我觉得我不可能让时间倒流，我也不可能让自己回到20岁的自己。20多岁的乔乔不就是用各种行为方式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吗？抽烟，走黑社会老大的男朋友，穿的透明装，无限的可能性都会发生。中年的乔乔，他遇到了情感的问题，他没有退缩，从山西到四川走了这么远，历经了这么多，就是想跟冰冰说，我要跟你分手。最后这一段落的时候啊，巧巧他已经离开兵哥那么多了，他不像20多岁或者是中年自己，我一定要依靠一个男人，依靠一个情感来生活，没有的。这是一个女性的独立的一个精神，这种独立不就是风华正茂的意思吗？